过年回家，公公指着我的鼻子让我滚。我干女儿才配得上我儿子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他和所谓的干女儿做天做地，只为让我净身出户。我婆婆说想净身出户，好啊。年后民政局上班第一天，婆婆就和公公离了婚，让他和干女儿净身出户。临近过年，我和周显在结婚3个月后第一次回老家。早晨6点，公公叫醒我，赶紧起来做早饭。小显的妹妹今天回来，你单独给她煮碗阳春面。我懵了，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有做过饭，就连结婚后，周显都没让我进过厨房。何况我和周显昨晚半夜才到家，凌晨2点才收拾完东西睡下。周显一大早就被公公叫去接他妹妹了。我想着给公婆留个好印象，强打着精神煮了馄饨，另做了碗面。我把饭碗摆好，门铃刚好响了。公公去开门，惊喜地叫了声婉婉。画着伪素颜妆的女人跟在周显身后，娇滴滴地叫了声干爹。我听周显提起过，公公有个干女儿叫孙婉婉，他早年的兄弟一家出了车祸，留下一个孙婉婉被人踢皮球，他就接了过来养在家里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周显每次提起他都语焉不详。今天是我第一次见他，跟上去想打招呼。周显看见我，眼睛亮了，冲过来亲了我一口，老婆。不知道是不是我看错了，我好像看见孙婉婉脸上一闪而过怨毒。我推开他，你吃饭了没？没有。你饿不饿？我去给你做饭。周显挽起袖子，我摁着他说不用，我已经做好了。你做好了？周显的视线飘到餐桌，看见早饭愣住了，这是你做的？我有点骄傲地点了点头。周显着急又委屈，你做饭干什么？不是说好了家务我来做吗？你今天自己做饭，明天就能自己洗衣服，后天就独立了，大后天你不得跟我离婚。我告诉你，不可能，想都别想。我无奈扶额。他又开始恋爱脑了。公公冷哼着剜了我一眼，你着什么急？娶个老婆不干活，天天睡懒觉，这像话吗？他连碗阳春面都做不好，清汤寡水的跟咱们家没钱一样。我都忍不住气笑了。什么叫天天睡懒觉？我就睡了那几个小时，6点还被他叫起来做饭，阳春面也是他点名要的，这面不清汤寡水，难道我还杀头牛放进去？周显不耐烦地反驳，你少说2句。我老婆想睡多久睡多久，你唠叨什么？还有那阳春面，你看不顺眼就自己做，我老婆下的馄饨你也别吃，你吃一口我看不起你。公公气得脸红脖子粗，你了好几遍没你出来。孙婉婉抱着公公的手臂，委委屈屈地替公公说话，显哥哥，你不要气干爹嘛，他也是担心你太累了呀，毕竟我们才是一家人嘛。不过孙婉婉咬咬唇，怯生生地看着我，姐姐，我最近养身体，不能吃得太清淡了，我还是吃自己带的面包吧，你不要生气好吗？周显呛声，你爱吃不吃？我老婆做的饭一口都不给你们吃。他骂骂咧咧地把早饭收拾到一起，全都搬到我们的卧室。公公气得说不出话，把自己关进书房摔了门。我尴尬得要命。周显还在大吃大喝，我问他，回来第一天就这样，不太好吧？周显凄了一声，好像已经习以为常，跑去反锁房门。你别管他们，孙婉婉每次回来都要挑事。他黏黏糊糊地蹭过来，八爪鱼一样抱着我不撒手，老婆今天好香，让我闻闻是什么味道的香水。摸啊，真甜宝贝儿。我害羞地推了推，你注意点，还有别人。周显腻歪起来，真的很像大金毛，不管不顾地压着我乱蹭，嘴里嘟囔着不管别人，婆婆的电话也不管。啊！周显的手机震动，来电显示霸总妈，备注十分别致。周显的家里一直男主内女主外，听说婆婆自己创业，名下有几家公司，临近过年，忙得脚不沾地，已经好几天没回来了。他听着对面说话，挂断之后懊恼地抓了把头发，狠狠地在我脸上搓了一口。老婆，妈让我去公司帮忙，我晚点回来。周显恋恋不舍，你一个人在家想干嘛干嘛，有事给我打电话。周显走后，我躺在床上打消消乐。快中午的时候，门外有人啪啪地敲门。公公冷着脸，身后跟着打扮俏丽的孙婉婉。有事吗？公公颐指气使，我和婉婉出去吃饭，中午不回来了，她在家连顿像样的饭都吃不上，你自己在家好好想想。今晚你做好8菜2汤，把房子打扫干净，地缝也擦干净，进了公婆家的门，要守好你儿媳的本分。
孙婉婉在公公背后勾起志得意满的笑容，直到他们出门，我都没反应过来。这叫什么操作？什么叫儿媳的本分？我长这么大，也算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，从来没人这么命令过我。结了婚，居然被公公 CPU 了。我越想越气，给周贤打了电话说我要回家。别呀，老婆，谁欺负你了？你跟我说是孙婉婉吗？我掀了他的天灵盖。我说是你爸。我把刚才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他。周显气得爆粗，我听了对面爆发了十几分钟不重样的对祖宗的问候，很想提醒那是他的祖宗。他深呼吸了好几口，安抚我，老婆，你先别急，我这就给妈打个电话。挂断之前，我听见他嘟嘟囔囔，气死我了！我好不容易有老婆了，糊涂老汉就会给我拖后腿。中午周显给我点了一堆外卖，麻辣小龙虾、烧烤肯德基、奶茶烤蛋奶，为了哄我，连平常不让吃的路边摊都点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周显的态度我是满意的。我惬意地躺在沙发上打游戏，跟我老家的兄弟姐妹吐槽今天发生的事。我哥急了，要过来给我主持公道。我说不急，先看看周显和我婆婆怎么发挥。如果他们明事理，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；如果他们和稀泥，那我自己也能大干一场。晚上8点，公公和孙婉婉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回来。来，婉婉，赶紧放下，别累着。两人进门还喜气洋洋的，直到公公放下手里的奢侈品包装袋，环顾了这间复式平层，没有变化，甚至因为桌子上的外卖盒变得更杂乱了。他一脚踢翻门边的鞋柜，指着我大吼，我怎么跟你说的？你聋了吗？我刚要回怼，门外传来一道冷静寒凉的女声，谁聋了？婆婆和周显一前一后回来了。公公看见婆婆的第一眼，暴怒的脸色荡然无存，缩在一旁大气不敢出，像个烧红的鹌鹑。周显赶紧跑过来，把我上下左右看了一通，护着我朝公公叫嚣，你刚才朝我老婆喊什么？你虐待她还有理了？婆婆摆了摆手。周显立刻安静下来，哼了一声，乖宝宝似的坐在我身边贴贴。上一次见婆婆还是在我和周显的婚礼上，当时我就对婆婆应酬宾客的游刃有余和说一不二的气势印象深刻。今天再见，她脸上又添了淡淡的疲惫。她问我，听说你前段时间腰部扭伤了，恢复的怎么样？我前段时间连续加班，不小心从楼梯上摔了下去，导致腰部肌肉扭伤。我觉得问题不大，就没声张。周显倒是向公婆打电话的时候提了一嘴，没想到婆婆还记得。周显立刻邀功，说都好了，我可是当牛做马伺候着。问你了吗？婆婆弯了一眼。周显立刻噤声了，气氛有些紧张。孙婉婉不知道为什么眼圈又红了，献宝似的抱着礼品袋凑过来，说：干妈，我今天给你买了礼物，你能看看吗？她从中翻出一个红绿配色的礼品盒，举到婆婆面前。婆婆眼神都没分她半个，直接叫出公公的名字，赵建美，我听说你让儿媳做饭擦地板。公公明显哆嗦了一下，憋了半天憋不出半个字。婆婆不耐烦地皱眉的时候，她嗫嚅出声，老婆，我这也是为你好哦。见婆婆不动怒，公公有了几分底气，挺了挺胸膛，你看现在有多少家庭因为婆媳关系不好闹得断绝关系，咱家的儿媳妇又性格强势，万一她欺负你怎么办？我性格强势，从小到大我得到的评价都是佛系、心大、真性情，真是20多年破天荒来头一回，居然有人说我强势。婆婆冷笑一声，望向一直举着礼品盒的孙婉婉，可现在看来，我儿媳没有欺负我，倒是你和你这个好干女儿一起耍我。孙婉婉眼眶里泪珠摇摇欲坠，一副惹人怜惜的小白兔模样，倔强地端着送给婆婆的礼物。你们今天出去都买了什么？婆婆问完，公公如蒙大赦，催着孙婉婉把礼物都拿出来。给公公买的卡地亚手表，给周显的香奈皮带，孙婉婉自己的衣服。儿媳的礼物呢？孙婉婉当时脸色尴尬，她不着痕迹地瞟了我一眼，无辜地笑。我也想送姐姐礼物的，但是不知道姐姐喜欢什么，就没买。没事，不知道喜欢什么就转账。婆婆指了指我，我们家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，绝不厚此薄彼。去，加上微信，今天你给自己花了多少钱，就给你嫂子转多少。孙婉婉不情不愿地加了我的微信，转账的动作慢吞吞的。
婆婆又说不能刷我的卡。孙婉婉的脸一下子白了。婆婆见状冷笑不已，今天你和赵建美吃吃喝喝买买，全都是刷我的副卡，花了7、8万，不会以为我不知道吧？老婆，公公想替孙婉婉说话。闭嘴！公公一下子缩起脖子，战战兢兢地抖嘴唇，就连周显都打了个寒战。我算是开眼了。只听周显说，掌握婆婆财政大权，公公做了20多年的全职主夫，像菟丝花一样依靠婆婆生活。今天才真正意识到什么叫家庭地位，这是玉皇大帝的地呀。孙婉的泪珠子落了下来，抽抽搭搭的转账，一下子赚了5万多。我人傻了一半，一共7、8万，往自己身上花了一大半，还是刷别人的卡。这个孙婉婉不知道是心机还是脑子拎不清。婆婆见我收到转账，脸色总算缓和了一点，问还有呢？还有专门给你买的。公公赶忙上前给孙婉婉使眼色，谄笑着打开那个又红又绿的盒子，这是婉婉特意给你挑的手工帽子，时尚还保暖，你试试。一顶七彩配色的劣质毛线帽静静地躺在盒子里。我扑哧一下笑出声，不是，这玩意儿不就是路边地摊买的毛线帽子吗？线头都毛糙的露在外面，成本不超过10块钱。而且婆婆这种商务女性，怎么可能戴这种配色的帽子？周显尴尬地瞥了婆婆一眼，扭过身子和我一起憋笑到面容扭曲。公公怒瞪我俩，婆婆面无表情，却能感觉到她的怒气值持续上升。她勾起帽子，嫌弃道，仿佛那是一团垃圾，连连点头，好，好，真好，羊毛出在羊身上，到头来羊就得到一顶破帽子。干妈，孙婉婉的眼泪就好像不要钱的自来水，一个劲儿地往外淌。她哽咽地开口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这顶帽子是我和干爹挑了很久才挑到的，它承载着我和干爹的心意啊。一口一个我和干爹，仿佛他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收破烂的心意。不过婆婆把帽子随手一扔，毫无温度地扫了公公和孙婉婉一眼，既然你们非要表达，我不接受也太无情了。这样，你们去做8菜2汤，再把房子打扫干净，把地缝擦亮，我就当收到你们的心意了。